欢迎收看第651期武器大讲堂。在上个世纪美苏争霸的过程中，远程弹道导弹技术和核威慑技术一直都是这两个国家的杀手锏。在随后的核武器威胁中，美军为了保证自己在对假想敌的远程核威胁的同时，也能够保证自身的安全，计划研发一款微型多导弹拦截器，通过导弹击落导弹，用以应对未来弹道导弹多弹头的袭击。而这个计划就是今天武器大堂的主角 MKVL， 中文翻译过来叫做多目标杀伤车辆。美军立项之后，将这个计划交给了一个具有丰富先进航空设计经验的团队，它就是洛克希德马丁团队。洛克希德马丁团队的参考设计最早可以追溯到里根时期的星球大战计划。当时的这个计划由洲际弹道导弹防御计划和反卫星计划两部分组成，其中的洲际弹道导弹防御计划就跟这一次的方案非常的类似。基于此，洛克希德马丁团队设计出了这款由陆基发射、可以大量同时携带的拦截器，甚至可以在外太空弹道导弹飞行中段直接摧毁目标。那么这款多目标杀伤车辆的实力是如何的呢？此款反导飞行器由位于自新的主推荐器母舱挂载在周边的微型杀伤拦截器组成，其中的主推荐器主要是用于运载和调整飞行器的俯仰和偏航稳定性使用。主体上面设计有4个分布式控制系统推荐器、4个储存动力媒介的压力罐、4具 ACS 推荐器和内部的电子元器件组成。从上面的结构分布可以看得出来，它并没有设计前后推荐器，这是因为这款杀伤器的主要用途是撞击拦截使用，本身是会使用运载工具运载到一定的坐标再释放出来，因此依靠惯性已经具备了前进的极高速度，只需要使用4个较小的对角推荐器进行俯仰和偏航稳定性操作就可以了。其中的分布式控制系统推荐器有4个，位于主体4个对称的面上，主要是用于大范围快速调整轨道平移、上升和下降使用。而4个较小的 ACS 对角推荐器跟4个主推荐器并不在一个面上，并且也不是平均分布在主体4个面上的，而是呈对角在2个面上布局，主要是用于提供俯仰和偏航稳定性。因为初期设计的时候，其想法是在外太空实现拦截，因此进行调整的时候需要进行大量快速的计算，并引导推荐器调整姿态，所以这套系统对于计算机控制和相关的电子信息技术要求就非常的高。另外，其母舱内还集成了远程红外探测器探测、跟踪及识别弹头和诱饵等等传感器，这些传感器的信息会有微型的杀伤拦截器实时的链接下达相关指令。洛克希德马丁团队的微型杀伤拦截器其体积非常的小，从官方公布的视频资料来看，其直径为15到20厘米，长度大约为25厘米，其重量没有公开的数据。根据美国导弹防御局官员曾公开的估计，单个微型杀伤拦截器的重量将介于2到10千克之间，因此能够满足多载荷的要求。根据相关的资料，洛克希德马丁团队的单枚助推器母舱可以携带24枚或者更多的杀伤拦截器，而拦截器同样也具备轨道姿态调节能力和爆破杀伤弹头，因此通过这一套系统可以实现一个拦截器母舱携带超过24枚战斗部的拦截能力。而一枚助推火箭上可以携带大量的微型杀伤拦截器母舰，当探测到敌方的导弹来袭时，就可以安排助推火箭运载大量的微型拦截器进行多对1的面覆盖高成功率拦截。其具体的工作流程是，当预警系统探测到敌方弹道导弹发射升空时，就立刻部署对目标进行跟踪，并引导拦截导弹的发射。当到达预设的位置时，助推火箭抛洒出大量的微型拦截器母舰，母舰对拦截导弹进行远程红外探测器探测、跟踪以及识别弹头和诱饵等等。识别之后释放大量的战斗部，而这些微型的战斗部将实时的接收到母舱提供的目标修正信息，同时本身也配备了一个焦平面阵红外探测器，用于自导实现拦截。为了提高成功率，母舱会对每一个已经识别出来的来袭弹头分配多枚战斗部进行拦截。这种拦截方式对拦截多弹头弹道导弹会有更大的成功率，也是因为这个特性使其成为美军导弹防御局认可可以立项的原因之一。在2004年1月，洛马公司获得了为期8年、价值7.68亿美元的发展和验证微型杀伤拦截器的合同。第2年的2005年，洛克希德马丁团队进行该项目单发拦截器的悬浮实验，也就是我们后来在网络上看到的公开影像。虽然这一期的测试结果非常的不错，但是在未来实际部署和后续的发展中，还是遇到了非常高的技术门槛，那就是拦截器上面关键设备的微小型化是重大的技术难关。同时，拦截的时候几乎是在大气层外以每小时数千英里的速度作战，因此对于目标的分配与攻击中的相互通信、单个 MKV 的通信、转向以及姿态控制的运算调整是非常大的难题。对于整个系统
统的要求就需要它是超高性能的系统，而现有的技术是非常难实现的。另外，在未来可能还会涉及到中后段下降阶段不规则的运动弹头的拦截，所以对于整个系统的传感器、通信、自控技术和方法要求就更加高了。所以在当时这个项目并不能很好的推进。基于这些困难，导致美国导弹防御局在2009年放弃了多拦截器的计划，转而发展上升阶段的前沿拦截系统，也就是宙斯盾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等等。虽然没有完成实际的量产部署，但是这个理念的单个拦截器不仅可以摧毁重返大气层的飞行器，还可以摧毁所有的诱饵体，而且多对多的防御策略消除了对大量发射前情报的需求，同时也利用了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识别能力，确保针对新出现的威胁提供强大且负担得起的低成本解决方案，成本又低，成功率又高，只要是来的都给它拦截掉，可以说是一本万利的事情。也是因为早期积累了大量的技术，这些年美军又开始了进行类似的防御系统的研发。在2015年8月，雷神公司、波音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签订了设计多目标杀伤飞行器概念的研发合同，重新启动类似的项目。具体的研发进展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公开的信息，我们只能期盼未来的展示了。本期武器大堂到此结束，更多精彩视频欢迎关注武器大堂，常往期内容，我们下期见。